在府邸的最深处，还有一座2层高的后赵楼，整栋建筑有183余米长，内有房屋111间。按照中国传统哲学中满则亏的讲究，被俗称为99间半。后赵楼东部为瞻脊楼，西部为宝约楼，中部为福敬楼。在中国古代的四合院中，在正房后面和正房平行的一排房屋为后赵楼，通常作为佣人房间或库房。恭王府后赵楼的规模远远超出了后楼7间、基高尺有8寸的王府建筑规制，非其他王府可比。后赵楼前沿出廊，横贯东西，长长的通道一眼望不到边。从北面看，青砖灰瓦的高大后檐墙挺拔气派，墙上形态各异的石锦砖雕窗别具匠心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据说当时是和珅拿来藏宝用的藏宝楼，不过由于宝贝实在众多，以至于和珅自己开始都不知道放在了哪个房间里，于是他就让人把每个房间窗户都建得不一样，上下2层共建了88个窗户，让每一个窗户对应不同的珍宝。相传仅仅在这座楼的内墙中就查出了26000两黄金，可见和珅财富之多。和珅死时年仅49岁。和珅虽然敛财，但也善于理财。据说他敛财够当时全国用30年。他也多次被弹劾，但和珅均能化险为夷。和珅死后，他的家人却都生存下来了，说明和珅的为人处事了得。据史籍记载，和珅有26个老婆，女儿一大群，只有2个儿子。现在和珅的后人在世界各地生活。佛楼建于咸丰2年，恭亲王奕欣正式入住，史称恭王府。此时恭王府内的宗教活动和内容丰富且兼容，满足本教萨满教祭祀外，府内也留下了不少的佛教的印记。奕欣将后赵楼底层中间改为佛楼，楼内供奉着释迦牟尼和菩萨，是当时府内的礼佛之所。西阳门是恭王府花园的正门，称净含太谷，为奕欣所建。门由汉白玉石雕砌，造型采用舒展流畅的西洋风格，形制仿圆明园中大法海园门所见，西洋拱式风格，十分气派。门额外刻净含太谷，内刻秀逸恒春，其中的净和秀是原主人希望达到的2个境界。此外，造园者以此欲戴仙境，与门内山谷的一派大自然的风貌相结合，将静和谷的概念融合在一起，更增添了园林的历史感和时空感。西阳门也是园内唯一的西式建筑，可以体现出主人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文化和技术来挽救清朝统治之意。由于圆明园已在1860年时被英法联军烧毁，所以这道门是流传至今保存最完好的汉白玉石拱门。因为两边的篆花纹和花窗很有西洋建筑的味道，所以也称洋门。
这是恭王府的三绝之一，是建筑中的精品。营门列着一座柱形的太湖石，既起到了屏障的作用，又以独峰置景见长。这块太湖石高达6米，石色清润，石体硕长，石上布满皱褶，当为北太湖石的精品。民间传说中认为，这块太湖石在和珅时代便有了。和珅在此立石，是看中了此石的象形，将其称之为福石。细看此石，似一位风姿卓然的女子怀抱一个婴儿，正在低首凝视，其怜爱之心跃然石上。这块太湖石的寓意是和珅自己希望多子多福，然而命运不济，和珅的26位夫人只得了一个儿子，封身阴德。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老天爷是公平的这个道理。独乐典故取自北宋司马光因政治上的失意而建的独乐园，取其独乐二字，据说后来仕途不顺，使得恭亲王奕欣在府中花园观此时，便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，也由此独乐峰为恭亲王所制的说法。恭亲王奕欣以此寓意自己重返官场，以实现自己的一番抱负的想法。恭王府的般若庵和妙香亭其实是同一座的2层建筑。一层为般若庵，原来庵内有佛龛，墙壁上镶有恭亲王奕欣所书心经石刻，现已无存。2层为妙香亭，是王府主人喝茶赏景之处。妙香亭的造型奇特，呈海棠花造型，为上圆下方的双层木结构，莲花形平顶式。上圆下方的2层屋顶以建筑语言诠释了天圆地方的理念。龙王庙是恭亲王主人祭祀龙王的地方，庙内供奉4海龙王之首东海龙王敖广坐像。庙门有对联：拜龙王保平安，风调雨顺；求神仙降吉瑞，五谷丰登。恭亲王府在关内外有2田万顷，每年10多万两白银地租，是恭王府的主要经济来源。因此，恭王府主人的心愿是祈求风调雨顺，良田丰收，当然也保佑恭王府免受火灾。在恭王府花园里的进门处，有一座名为榆关的小城关。满清王朝是从山海关入驻中原的，关外黑山白水是故乡，所以对山海关别有一番情怀在心头。主人站在榆关之上，向北遥望故乡，意在表达满洲人对关外发祥地的怀念。连接着城关还有一段20多米长的城墙，便是仿照长城的样式建造的榆关，是移天缩地在君怀的造园手法。滴水岩是花园的中心和最高点，是和珅得到乾隆赏赐的康熙福字碑后修建的。观太湖石较浑厚，这是产于北京房山的北太湖石。太湖石又名窟窿石、假山石，是由石灰岩遭到长时间的侵蚀后慢慢形成的，分有水石和干石2种。水石是在河湖中经水波荡涤、历久侵蚀而缓慢形成的，
干石则是帝制时期石灰石在酸性红壤的历久侵蚀下而形成的。北太湖石孔洞小、浑厚、凸成，南太湖石孔洞大、娟秀。此假山是用糯米浆砌筑成的，非常坚固。砾翠岩上埋有2口大缸，灌满清水，底部通有水管。太湖石是石灰岩质，透水性强，致使整座假山湿润含水，长满青苔，故称砾翠岩。游廊从西到东，从南到北，从湖到山，从院门到房门，遍布游廊。无论雨雪还是日晒天气，都可步行园中，散步走圈，怡然自得。恭亲王调集100名能工巧匠，融江南园林与北方建筑格局为一体，绘西洋建筑及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为一元，添置山石林木，彩画斑斓。恭亲王去世以后，其孙傅伟袭恭亲王，继续住在府中。民国后的20年代，傅伟将恭王府及其花园押给了西什库教堂，后因傅伟无力还款，将王府府邸以40万银元卖给教会。后辅仁大学以18根金条收买回，用作女子学院，并得到恭王府的产权。恭亲王在庆亲王后享用了近70年，曲终人散，天各一方。这座历经230余年风霜的大宅院，从乾隆朝的和府邸，到嘉庆朝的庆郡王府，再到咸同光宣朝的恭亲王府，高墙隔开了绝大多数人的好奇窥探、细说和掌故，却让人欲罢不能。侧耳细听，似乎每块砖、每棵苍老的树都在讲述着一些老掉牙的故事，却又让人如痴如醉，引发无限遐想。沧海桑田，世事变迁，恭王府历经风霜，承载了无数，见证了无数，唯有门口的2只汉白玉石狮子屹立不动，似乎永远在守护着一个不能说的秘密。一座恭王府将北京四合院瑰丽旖旎的建筑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，承载着100年来北京四合院人的生活日常，散发着经久不息的建筑魅力。